什么样的游戏需要量子力学、热力学第二定律、三角铺分？1998年，有一套惊悚解谜的绅士游戏臭作，在日本卖了大概10亿到15亿日元，算下来1000万美金左右。这个销售数字算高吗？很高。为什么？在当时单一 PC 平台限制年龄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壁垒极高的商业数据。而在游戏背后的核心人物是一位高超的心理操纵师和商业奇才，他开创了日本黄油行业的新时代。欢迎回到 ThinkBeast， 我是儿童。人有善恶，物有阴阳，事有表里，所以今天这期开始，我们将进入日本商业的里世界。当时这个游戏系列有3部，遗作、臭作、鬼作，其中光第2部臭作总共卖了15万套，标价从9800日元到12000日元。在当时的日本绅士游戏市场，一款游戏卖到1万套就有机会打平成本，3万套就可以叫畅销了，10万套往上那就是妥妥的王炸爆款。但这类作品的研发成本完全没有主机那么重，只有几千万日元。虽然企划、美术、剧本、音乐、程序、配音、发行到流通一步都不能少，但只要首发吃到了核心用户，后面还能卖 DVD 版、廉价版、OVA 和周边，去掉发行渠道成本，净利润率高达 60%。投入低、前导短、时效长、毛利高、粘性深，抛开伦理，这就是一个梦幻的好生意。这么好的生意，那背后的传奇公司是谁？公司背后的神奇操盘手又是谁？进入90年代，日本开始进入了经济冰河期，失业率不断的刷新，银行坏账爆炸，全社会都开始习惯降价、打折、通缩和现金为王。但有意思的是，绅士游戏价格一直维持在12000日元的高位。你到2027年买张 GTA 6，估计也就这个价。而且这些忠实粉丝很少会对价格敏感，一个月可以买上好几盒。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圈子，而在这个圈子创造信仰的就是传奇公司 ELF。 日本黄油商业的兴和衰都是从这家公司开始的。在90年代，日本绅士游戏圈有一句话叫东之 ELF， 西之 Alicesoft。 ELF 的核心创始人物和社长叫志田昌人。很多人以为做出同级生啊、臭作、遗作这种羞耻爆表游戏的人，生活中一定是一个沉溺于低级趣味的死宅。但真相是，志田昌人不仅是一个高超的心理操纵师，还是一个极其冷静，甚至有些冷酷的天才产品经理和商业操盘手。1989年，他和另外几名主创离开了原本的游戏公司，几个人窝到了一户建里，成立了 ELF 株式会社。80到90年代，绅士游戏很多都是看图、点选、触发事件。但志田昌人完全不屑于这种做法，他开始把时间算法、地图移动、角色形成和事件旗帜放进了游戏里。志田刚入行的时候，在一家叫 Riverhillsoft 河山软件的公司打工。这家公司在80年代制作过硬核的侦探推理游戏《藤堂龙之介》。就是这一段经历给志田注入了纯正硬核的基因。他非常清楚用线索、指令、道具、算法、悬念去勾住玩家的脑子。1995年第一部遗作，玩家以为是一个低级的绅士游戏，但其实这是一款密室逃脱加惊悚的解谜游戏。男主是一个长相瘆人的学校工友，他把几个师生都关在旧校舍里，玩家需要解开机关拯救他人。志田昌人从这部作品开始展示他高超的心理控制术，他把拯救成就感和犯罪窥视欲缝合在了一起。我们一方面要解谜，另一方面又要在潜意识里享受那种密室带来的孤立和紧张感。当时市面上的所有厂商还在用 PPT 方式来展现女性角色，志田昌人直接来了一波降维打击，他竟然把侦探解谜的指令系统塞进了恋爱游戏里。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著名的时间流动系统，这在当时属于高精度的算法匹配。1992年，游戏同期生里有几十个地点，每个地点女角色都有严密的作息表。你作为玩家，下午2点在医务室能碰到校医，3点去公园能碰到学妹。大家为了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来触发事件，就必须在城市里不停地移动，还必须得拿一个小本子记录时间表，知道角色什么时候会出现在什么地点。我们一边在虚拟世界里打工赚钱，一边安排约会，一边推进事件的进程。这种硬核的策略性让同级生的价值瞬间爆表，直接把同行一次性的消费 PPT 甩开了一个时代。没玩过的人以为就是那些图片让人兴奋，其实真正让玩家上瘾的是一种控制时间的心理建设。你不是在放飞自己，你反而在管理自己的欲望和硬核的攻略目标。就像魂系游戏，这会让玩家产生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在那个年代，很多玩家第一次感受到了绅士游戏也有角色记忆、剧情期待、路线攻略，
还有错过之后再也补不回来的时间错位。这就是织田昌人和 ELF 天才的地方。到了1996年，划时代的 UNO 终于诞生了。这部神作把平行世界、科幻悬疑、多线叙事全部融合在一个绅士游戏里。日本 ADV 史全都离不开这部神作，因为这次不光有织田昌人 ，EL 公司当时还有游戏行业另一个鬼才菅野洋之。织田昌人是冷酷的商业极简派，但菅野洋之是一个狂热的叙事极客。1996年，公司给了他最大的创作自由和预算，菅野洋之决定玩一把大的。他用量子力学多重世界的概念重新定义了游戏存档这件事儿，这就是划时代的发明 ADMS 系统。这是一套什么系统？当时市面上所有的文字冒险游戏，玩家在面对选项时基本都是靠盲猜或者不断的存档读档。菅野洋之觉得这种设计太老土，所以他发明了 ADMS 自动分支地图系统，就是在游戏里直接给玩家提供像树状图一样的时空选择分支。你现在在很多游戏里玩到的 ADMS 都是菅野洋之创造出来的遗留物。更逆天的是，他把读档直接设计成了游戏里的道具，玩家在游戏里会获得一种叫宝玉的东西。你想在某个选项前存个档，可以，你必须在时空分支的这个节点上献上一个宝玉，但宝玉的数量又是有限的。如果你在 A 路线把宝玉用完了，你就没有额度去探索 B 路线，玩家必须在不同的平行世界里找到隐藏的宝玉道具。这套设计当时彻底颠覆了游戏行业的常识，它把原本属于游戏系统的存档和读档直接变成了解谜玩法。玩家在不同的平行宇宙里穿梭，拿着 A 世界的钥匙去开 B 世界的门，拯救 C 世界的女主。这种时空穿梭的宿命感和烧脑程度，在1996年给玩家带来的震撼是现在的玩家无法想象的。在商业推广上， UNO 更是玩了一手漂亮的特洛伊木马战术。它明面上的定位是在找各路美女，在秋叶原的商店里也贴满了各色女主角的性感海报，但你付了1万日元把游戏抱回家，塞进电脑里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这款游戏随着剧情的深入，量子力学、热力学第二定律、德劳内三角铺分、高维空间哲学等硬核概念铺天盖地的都会砸过来。到了游戏第二阶段，划分又突然变了，直接成了一部异性求生、反抗神权、跨越千年的宏大史诗。这部游戏分神靠的真不是画面精美、尺度多大，完全是靠底层叙事结构。菅野洋之用一套严丝合缝的逻辑，把一个跨越多重平行宇宙、时间跨度长达1000年的故事，完美的收拢在一个没有逻辑漏洞的闭环里。原本只想买点感官刺激的那些成年男性，玩到最后却抱头痛哭，被宏大的世界观震得灵魂出窍。到了97年 ，ELF 把 UNO 的成人内容给删除了，加入配音后移植到了世嘉的主机平台，然后卖出了将近30万套。这个数据在当时文字冒险领域属于天文数字，直接让公司赚到了可以躺平数年的巨额资金。UNO 的诞生标志着日本成人游戏行业在叙事深度上达到了巅峰水准，但这种巅峰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副作用，它把行业的阈值拉得太高了。UNO 不光燃烧了菅野洋之的才华，也变成了他一生中无法逾越的高山，更让公司在宏大叙事和重度系统上走到了极致。所有玩家的胃口都被这部神作给养刁了。如果再想用普通的恋爱套路去忽悠玩家，几乎已经是不可能了。于是到了1998年，在平成冰河期的最深处，织田昌人改变策略，再次扔出了最具商业破坏力的臭弹臭作。当时一边是 Windows 98日文版上市，个人电脑进入了更多家庭，电脑从办公室走进了卧室，从公司资产变成了私人机器。另一边，现实社会里的亲密关系已经破产，恋爱成了最昂贵的奢侈品，没人结得起婚，也没人谈得起恋爱。现实的男人们压力越来越大，他们急需一个情绪宣泄口。臭作的玩法核心是猥琐男加监控画面，这个企划定位要放到今天任何一个正经公司，5分钟就会被保安插出去。但从商业角度，它是成人 AV 级的又一次极端实验，一场极致的成本控制学。玩家扮演一个猥琐危险的罪犯，通过闭路电视观看游戏里的人物。这意味着什么？在传统 AV 机游戏里，画师需要为每个女性角色花大量的动作 CG， 这属于极高的人力成本。但臭作的开发团队根本不需要做过多的动态画面和人物建模，他们只需要几张静态的房间画面，在画面上再加上大量的扫描线、低分辨率的噪点，故意做成灰色调，画师的工作量就会直接被砍掉70%以上，开发进度飞速提升。但玩家其实到最后并没有觉得画面很粗糙，反而兴奋的发抖，因为这种低清抖动带噪点的画面，在人的潜意识里就是最真实的偷窥心理。织田昌人利用了人对不清晰的画面有自动脑补的本能，用最低的成本制造了最顶级的代入感。
这属于很反常的商业尝试，通过削减画面纬度和成本纬度，但反而提升了题材的真实度。研发周期还不到1年，成本连普通主机的1/5都没有，但它的售价却是主机的2倍。这个价格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日本一碗拉面才500日元，常年不涨价，一张普通的 PS 大作游戏也就5800日元。但 ELF 的一张光盘顶得上2张生化危机。当时隔壁的索尼世嘉正在为 3D 图形技术烧钱，一个 3D 大作开发起码2-3年，研发资金也要从几亿甚至到几十亿日元。到了2001年 ELF 扔出了这个系列的最终篇鬼作。这时候的日本就业冰河期已经变成了长期慢性病，很多年轻人成了最底层天天被上司压榨的牛马。织田昌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社会情绪的转变，他做出了2个极具针对性的商业调整，角色从学生到女白领和女高管。这一套人设调整迎合了已经进入职场天天被领导恶心，内心极度压抑的初代御宅族，他们可以在鬼作里用最卑鄙的手段让这些高傲的精英低下头来。同时鬼作引入了更复杂的公司人际关系网和药品合成系统，玩家不仅要偷窥，还要在公司内部进行权谋博弈，甚至要利用手头的资源去离间游戏的人物。这时候的 ELF 已经把暗黑系 SLG 模拟游戏做到了教科书级别，鬼作的首发再次轻松突破了10万套以上，成了当年多个绅士游戏榜的销售冠军。但这次的成功是整个帝国的最后余晖。很多人觉得只要这一套低成本高定价强心理刺激的公式在， ELF 永远可以统治秋叶原。但残酷的真相是，当产品被推到了极致时，也就失去了转型的空间。当时社会上还有2股全新的行业力量也在彻底摧毁公司的王座。 ELF 就像整个日本成人游戏行业的黄埔军校，但织田昌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一个人包揽了社长、制片人、编剧、策划，甚至是灵魂的角色。他对产品质量有着变态的执着，暴君的管理模式也带来了2极化的商业结果，只要他把关，出品的游戏几乎都是爆款。但也因为过于强势，很多有才华的员工根本在公司待不住，这导致了90年代公司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离职。这些从公司出来的叛将也是后来粉碎公司王座的新力量，比如像后来创立的催泪魔王 K 社。进入2000年，日本 PC 游戏迎来了纯爱系和轻度废门的时代，玩家不喜欢在游戏里费尽心思的去对表解谜或者承受拷问，他们只想看到美少女给他们撒撒娇或者流一场眼泪。属于织田昌人那种硬核黑暗智商博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4年前后，织田昌人选择淡出 ELF，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时代已经谢幕，没有了他的脑子，公司迅速失去了灵魂。虽然账面上依然还很有钱，但他们已经开始无止境的炒冷饭出重制，再也没有拿出一款具有颠覆意义的原创作品。但织田昌人和 ELF 公司把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边缘品类做成了年产值数以百亿的庞大工业，这的确是平成商业浓墨重彩的一笔。2016年 ELF 的官网上推出了最后一张角色合影，正式宣告这家活了27年的老店关门歇业。这一台曾经在平成萧条期野蛮生长的地下印钞机最终彻底哑火了。那一代听着 FM 音源盯着扫描画面的年轻人都已经老去，但那个只要花12000日元就能买到一个平行宇宙的梦，却被套上了更高级的 3D 引擎和更隐蔽的抽卡机制，继续在全球收割了新一代人的钱包。人性底层的欲望从来没有变过，变的只是商业收割的手段。感谢收看 CinBeast， 我是额头，记得点赞订阅。下期我们继续日本商业的里世界，聊聊更加硬核的内幕。我们回见。第1週は寮内でネタ集めをするんだな。